说别人坏话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ANTM 内幕藏着什么秘密？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莎莉。今天我们就来看《超级名模生死斗》第13季。有别于以往各季，这季最特别的就是只接受身高170公分以下的女孩报名，是我十分喜欢的一季。当然不只是因为超爱冠军，这季请来的特别嘉宾都超级精彩。有 Jabberwockies， 当初在看 America's Best Dance Crew 时就爱上他们，没想到这季请来了这大咖。还有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的超模 Marissa Miller， 可见这季会是多么的精彩。而由第13季开始，只剩下4名选手时会淘汰2人，冠军得到的奖品跟过往相似，除了可与 Wilhelmina 公司签约之外，该模特儿公司上一次和本节目合作是在第1季，之后就没有继续签约，直到这季终于又再度合作。而这季除了冠军外，Wilhelmina 公司也和很多选手有签约，而这一季一共有14名参赛者，所以会有特别的淘汰发生。在第3集选手们要与 Wilhelmina 公司面试时， Rachel 被要求表演一小段唱歌时，她却一句也唱不出来。最后评审觉得她没有魅力，于是在评审室之外被淘汰。值得一提的是，这季 Nicole 不知道是有魔力还是怎么样，只要讲过她的坏话的人，不久就会惨遭淘汰。那么我们就要来介绍第一位人物 Kara， 来自富裕的家庭，身高170公分。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太美了吧，连太妈都最喜欢她的外貌。 Kara 起初表现得挺不错的，但1周接着1周后，热情渐渐消失。尽管外表长得出众，在比赛中还是落后别人，可能是放太多注意力在批评 Nicole 了吧。整场比赛常常都可以听到他在讲 Nicole 怎样怎样 blah blah blah， 而他讨厌 Nicole 要从第2集大改造说起。当大家都希望保有飘逸秀发时，就只有 Nicole 语出惊人的跟造型师说要剃光头。原因是这样洗头发比较方便，再加上 Nicole 之前特别的自我介绍后，自此他就觉得 Nicole 是个怪胎。但 Nicole 虽然个性比较特别，拍照实力却是相当惊人。 Kara 因此更讨厌 Nicole， 觉得自己就像 Nicole 的陪衬一样。第13季根本就是 Nicole 之季，他也不甘心 Nicole 明明就是缺乏社交能力的怪胎，如果 Nicole 这样却被评为很优秀的话，那他自己是不可能赢了，因为自己跟 Nicole 完全是2种人。不知道评审是听到他的这句话还是怎么样，结果他刚讲完，在那一集就被淘汰了，排名第8。只能说很可惜，他明明有这么漂亮的脸蛋了。赛后他和一家经纪公司签约，上了很多杂志，曾出演过 Nightfall of Eden，IG 为隐私账号，看起来没什么在经营了。下一位要介绍的是 Kara 的好朋友，也是本季中讨厌 Nicole 的其中一人，不过大都是在访谈中才表现出来，表面上还是待人微笑。他是这季中年纪最大的，在比赛前就已经是个演员和 model 了。天生就眼睛不对称的他，在被评审点出可以转换角度遮蔽缺陷后，接下来的照片就再也看不出眼睛的问题。在第5集，当其他参赛者都是静态的摆 pose 时，唯独他提出拍照时要尖叫，最后拍出动态十足的照片，被评审 Nigel 评为他拍过最好的照片。他的临场反应也挺不错的。在第8集挑战赛访问嘉宾中，当工作人员随机修改阅读提示器的内容时，他震惊一下后就马上发挥自如。最后在第11集中，由于嘴巴张得不好看且姿势不优，在这集中遭到淘汰，与 Aaron 同样排名第3。赛后他将自己的艺名改为 Jen， 参与了很多杂志拍摄，也参与了很多广告拍摄。
演戏方面也相当不错。相信不少观众都知道 Jimmy Fallon 这个节目吧，他也有参与过哦。而 IG 方面也持续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对于以巴冲突延伸至洛杉矶事件表达反对仇恨犹太。Alright，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Bianca， 是本季中 Nicole 少数的朋友，在被前男友殴打后决定分手剃光头，后来和 Nicole 分享自己的过往经历后，两人自此成为了好朋友。赛中有提到他要去哈佛大学，还教泰妈一起走哈佛时装秀女王部。第一集向大家自我介绍时，尼克就说自己因为出生时眼球在滴血，所以他小时候的绰号是滴血的眼球。听完这段自我介绍后，你的表情是不是和比昂卡一样？而这个表情最后变成一个有名的 GIF。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他在本季中有很多表情都可以制作成一个表情包呢。这季也有不少选手不喜欢他，但老实说，我觉得他只是讲话很直接而已，没什么心机，甚至在 Kourtney 走后替他感到难过。但他不知道的是，就算他把 Kourtney 当朋友， Kourtney 却在背后议论他，只能说在超模屋檐下，友谊寿命可不长喽。而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管不住嘴巴，大改造时抱怨自己的眉毛被染得像外星人，但大家肯定都知道，对造型有很大的意见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当场评审就判他包围。就在你以为这样吓唬他，他就学乖了吗？错，下一集他又开始抱怨自己的金发，于是他又惨遭包围。他也是 ANTM 史上第一位连续2周惨遭包围却又存活下来的人。而他对于别人分享的事情都忍不住想要给个意见，像是别人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每件衣服绣上自己的名字，他偏偏就要评论个几句。Bianca 也常常和 Jennifer 吵架，像是因为盘子和 Jennifer 吵架，或是 Jennifer 因为不满 Bianca 说别人万圣节每年都想扮演巫婆或吸血鬼，就像被魔鬼附身一样而开战。虽然他讲话太直接，有时可能会不好听，但有次当 Bianca 想灭掉宿舍的虫子时， Nicole 因为喜爱大自然，所以非常保护虫子，不让 Bianca 伤害他。Bianca 访谈中描述那故事时，莫名戳中我的笑点，因为他形容得太生动了，一个很认真的要杀死虫，另一个却小心的把虫捧在手心上，实在太逗趣了。拍照方面，评审觉得他的照片常常都太强硬，不够柔美。最后在第5集中，虽然很会摆姿势，但忘了注意脸部表情要放松，评审因此对他感到厌倦而遭到淘汰，排名第10。赛后他和冠军签约的公司一样，还有和 Pink Models 签约，参与了许多时尚拍摄，并且上了杂志封面，有属于自己的官网，可以看到赛后他瞬间变成一个大美人。 FB 上可以看到他目前仍有继续接触 model。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人物是 Ray， 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长得很像早期的 Taylor Swift，曾经在加油站被绑架后遭到性侵及殴打，即使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他仍然非常坚强，独自抚养自己的小女儿。而在这季中，自从 Aaron 和 Ray 染了一模一样的金发和做了一样的眉毛后，2个人就变成了好朋友。身为本季唯一妈妈的她，在赛中整个人就散发着母爱光芒。Aaron 是本季中比较不成熟的，而 Ray 就像贤妻良母一样照顾她。此外，在 Nicole 不会煎蛋时帮忙她，当大家都觉得 Nicole 是怪咖时，他却鼓励让原本害羞木讷的 Nicole 活跃起来，还称赞 Nicole 动作笨笨的样子很可爱。之后比赛也可以明显看到 Nicole 变得越来越敞开心扉，与大家交流。而她也可能因为当上妈妈的关系，做事都非常谨慎，开车非常慢，非常小心，可说是在限速下的安全驾驶。她也非常注意口腔清洁，勤劳刷牙。拍照方面，
比赛前就曾上了杂志封面的她，在第一次比赛就拿下第1名。虽然穿着小孩尺寸的塑胶高跟鞋非常痛，但她想到女儿就决定坚持下去。最后照片成品出来非常漂亮，就像芭蕾女神一样。但在第8集中，评审虽觉得她表现得不错，但是没有惊喜而惨遭淘汰。赛后没有和任何经纪公司签约，曾担任婚礼杂志封面进行一些拍摄后就退出 model 圈，结婚后就和孩子们一家和乐生活。最后补充一下这一季的内幕，在第9集时，参赛者们需拍摄混血种族的照片。Mr. J 表示他眼睁睁看着参赛者的脸被涂黑，让身为有色人种的他感到相当不适。Mr. J 说，当时我对此非常不舒服，我没有参与这项企划，但我却是创意总监，这不是我的想法。Mr. J 曾提出反对，但上层太妈却强制他执行。节目创意总监虽挂着他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却无权干涉执行的内容。而他也透露，不是只有他害怕说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同事都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看法，表示节目里有些高层让他感到害怕，而当下被要求做的事，在内心不一定认同。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害怕被讨厌，有时候被讨厌不一定是你的错。当有人嫉妒你时，你要感到高兴，因为那代表你比他们优秀。那些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人，是因为你已经跑在他们前面了。很喜欢电影《水瓶座女孩》的一句话 Why are you trying so hard to fit in when you're born to stand out？ 既然你生来就与众不同，为何还要为了融入大众而拼命改变自己呢？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下集将为大家介绍人气选手，大家千万别错过哦。